你好，我是 Alex。我们今天聊一下最近一周呢都在热议的 Tornado Cash 被美国制裁的一个情况啊。我会将这个视频呢分为几个环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点击视频下方的这个章节选择观看。那么第一呢，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呢，什么是混币器啊？运行的原理是什么？第三，为什么 Tornado Cash 会被制裁？第四 ，Tornado Cash 被制裁呢，会对整个加密行业有什么样的影响？由于本期视频的内容呢比较复杂，视频呢有一点长，希望大家都能够从头看到尾啊。那么我多次强调，在熊市里面出现的任何一次突发的事件呢，都是非常绝佳的学习的好时机啊，也是我做这个视频的动力啊。我们在熊市学的越多，在后面的投资过程中啊，就会避掉一些不必要的大坑。好，我是 Alex。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的技术视频主要讲解币圈的基本面分析和一些大事件对整个币圈的点点滴滴的影响以及一些技术面的科普另外呢，我在电报有个会员群，我的目标呢是带领群内所有的朋友在下个牛市周期赚够这辈子足够的资金。感兴趣的朋友呢，请通过视频下方的缓冲群的链接找到我，或者是群助手咨询进群的方式。好，我们正式开始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么这一周呢都在非常热议的几乎就是每天的头版头条都在讲这个事情那么我们看一下8月9号，据美国财政部官网披露的信息显示，以太坊混币平台 Tornado Cash 自2019年成立以来，已被用于洗钱价值超过70亿美元的加密货币大家看到70亿非常多了。根据加密调查公司 Elliptic， 确实有大约76亿美元的加密货币通过了 Tornado， 但其中呢只有15亿美元是非法获得并通过 Tornado 洗钱。另一家区块链监测公司称 Elliptic 也报告称这76亿美元近一半来自 DeFi。美国财政部的副部长 Brian E. Nelson 表示，财政部将继续积极采取行动，打击协助犯罪分子清洗加密货币的混币器。另外呢，8月9号 Tornado Cash 联合创始人 Roman Simonow 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在美国财政部的制裁公告发布后，他的个人的 GitHub 账户呢已被停用，个人存储库已被关闭，但呢他自己呢并不在制裁的名单这个 SDN 上面。 Tornado Cash 的代码仍在运行。根据 Bilson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的上半年，大约有 11.407 亿美元的被盗资金被黑客转移到 Tornado Cash，占 Web 3.0 损失总额的 60%。 8月10号的时候 CoinDesk 报道，链上数据显示，自 Tornado Cash 被制裁以来，有人正在将少量的 ETH 从受制裁的 Tornado Cash 钱包发送到知名加密个人和名人的各种钱包截止到我准备这期节目呢，一共有600多个名人的地址呢收到了 Tornado Cash 钱包发送的 0.1 个以太币包括著名的孙哥和 Koba 创始人的神鱼，他们都发推特表示收到了 0.1 个以太币，然后呢他们自己的一些账户呢就被锁了。根据 The Block 的报道呢，本周因涉嫌参与 Tornado Cash 加密货币混合服务而被捕的软件开发人员 Alexei Petzold， 他的妻子已向 The Block 证实，他表示呢，荷兰金融情报和调查研究局于8月10号在阿姆斯特朗市中心逮捕了 Petzold， 对丈夫被捕感到震惊，他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目前正在与律师合作。这个荷兰的金融情报和调查服务局呢，在今天的公告中也表示他逮捕了一名29岁的男子，他涉嫌参与隐瞒犯罪资金流动，并通过 Tornado Cash 促进洗钱以上呢就是整个事情最近的一些新闻的看点。整个过程呢看起来呢是欧美联合起来的行动，制裁涉嫌洗钱活动的 Tornado Cash。 政府部门呢应该是掌握了大量的证据证明 Tornado Cash 涉嫌洗钱，或者是给跑路的资金方，或者是给黑客的资金盘去进行洗盘。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作为以太坊混币器的 Tornado Cash 到底是怎么参与洗钱的呢？那么什么
又是混币器运行的原理是什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啊，那么比特币地址呢，只是一串这个字符串啊，你并不包含你的个人信息。但如果你向交易所提供了身份认证，你做了这个 KYC 的认证，那么再向你的地址提了币，或者是转了钱啊什么的，或者用了可能会泄露你的身份信息的链上的服务，借助链上数据和交易所的这个数据分析啊，坏人呢，或者是监管机构呢，还是能知道你持有多少币啊，你买了什么，并找到你本人。FBI 呢，这些机构呢，每年都会花几百万美元雇佣 chain analysis 去干这件事情啊。那么这种追踪的原理呢，是要证明地址之间的相互的关联，只有相互的关联，只有你转账了，你才会被找到啊。当然了，你不转账，你买了之后就放在那儿，没有人找得到你啊。那么在比特币的世界，没有个人专用账户的概念啊，每个人都可以持有海量的比特币的地址，甚至你可以为每一笔交易创建新的地址。要证明同一个人控制着这些地址，你就需要从一些交易行为去推断。比如说，当你把一些小额的零钱用同一笔交易归集到你的提币常用地址，根据链上的记录呢，可以推断这些地址背后呢都是你。而混币器就是要打破单笔交易参与者之间的这种关联性啊，那么通过将潜在的可识别的加密货币资金与大量的其他的资金混在一起，来保持加密货币交易的私密性。这些服务呢，通常用于将不同服务之间的资金呢转账匿名，并且不需要 KYC 的检查。因此呢，使用加密货币混币器来洗钱或者是隐藏收益的风险相当大。混币器和在线赌博网站常常涉及到最严重的洗钱的问题，因为他们处理呢大部分的都是脏钱啊。那例如混币器每年处理的非法比特币的收入约占比特币的1/4，而通过交易所和赌博洗钱的这个比例呢，它保持相对稳定啊，是66%到72%。那比特币混币器呢有2种类型啊，即这个中心化的混币器和去中心化的混币器。接受比特币并返还不同比特币的公司呢，被称为中心化的混币器，为混合比特币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决的方案。那么我们刚刚讲到的都是这个比特币的混币器，其实以太坊的混币器还要再更加的复杂一点点，但是呢，大致的这个原理呢是一样的。去中心化的混币器呢，就像 CoinJoin 这样的协议使用完全协调点对点的方式来混淆这种交易。从本质上讲，这个协议允许一大群的用户聚集一定的比特币，然后呢重新分配，这样每个人就会收到一定数量的比特币。然而呢，没有人知道谁收到了多少，然后呢或者是它来自于哪里。其他类型的这个混币器包括模糊处理和基于这个零知识证明的混币器。基于模糊处理的混币器呢，通常称为基于诱饵的混币器，采用各种方法来隐藏用户的交易图。另一方面呢，拥有足够资源的对手可以使用各种方法重新创建交易图。相反呢，基于零知识证明的混币器呢，则严重依赖于像零知识证明这种高级密码技术来完全删除交易图。这种策略最显著的特点呢，是它需要大量的加密技术，而这可能会限制可拓展性。那么加密货币混币器的运作的原理是什么呢？加密货币混币器的原理的设计思路呢，是通过一个隐藏数字签名的黑匣子来运行交易的数字签名。加密货币混币器是一种程序，它在将特定数量的加密货币转移到特定的接收者之前，在私人池中混合。例如呢，一个跟踪所有比特币交易的比特币浏览器会显示 A 将比特币转移到混币器， B 从混币器接受比特币。那么这样呢，就没有人知道谁发送了比特币，发送给了谁。因此呢，这种脏的比特币、脏钱的这种比特币呢，在加密货币混币的过程中就被洗白了。加密货币混币器的功能呢，是将你的加密货币与一大堆其他的加密货币混合，然后将较小的加密货币的单位返回到你选择的地址。比你存入的总金额呢减少1%到3%，混币公司呢通常就收入这个1%到3%作为这个利润，作为这个手续费，那这也是他们谋生的这种方式啊。那么混币与洗钱这种犯罪行为极为类似啊，然而呢仅仅是因为有人参与了混币，并不意味着他们在犯罪。相反呢，这只是意味着他们想要增加加密货币的隐私。那么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为什么会有正常人也需要加密货币的混币器来保护自己的隐私。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第3个问题为什么 Tornado Cash 会被制裁？那么这就涉及到美国的法律问题，以及参与混币器洗钱的机构或者是个人是谁了。美国前助理司法部部长布莱恩
本次科夫斯基他表示使用混币机来伪装加密货币交易呢是犯罪行为。例如呢，比特币的关键的功能是隐私，而不是匿名。这意味着你的身份呢，并不总是被披露，但是呢，你的交易呢可以被审计，以调查任何的不当的违法的行为。那么，比特币混币行为是非法的吗？比特币混币器被美国金融犯罪执法网络我们也叫 FinCEN 归类为货币的传送器，因此呢，他们必须在这个FinCEN注册，并申请州对州之间的经营的许可证。2021年，一名俄亥俄州的公民呢，因涉嫌洗钱被捕，原因呢就是他在暗网上运营了比特币的混币服务。FinCEN 有一个强制性的许可的规定，而该公民呢并未注册货币交易服务，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仅进行了货币的交易。那么美国对洗钱呢简直就是零容忍不管你是谁，只要你涉及到洗钱，那么你就是整个美国的敌人，他们会下血本的去干死你所以呢 Tornado Cash 才遭遇了这样的严格的制裁。目前这个代币呢也是跌得一塌糊涂有可能呢创始人在最开始设计这个混币器的时候并不是为了洗钱但是呢也架不住有一些洗钱需求的这种违法分子不法分子混进去进行操作所以才带崩了整个的平台。那么接下来我们分析第4个问题Tornado Cash 倒掉之后会对整个加密行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呢？首先呢，这一件事情呢，只能透露出来美国政府呢会对整个加密行业呢，监管越来越严格我们大家都知道比特币出现的初衷呢，并不是为了干掉政府并不是以政府为敌的，而只是为了保护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所以链上的交易呢，全部都是透明的、可查的、可追踪的。意思呢，就是我给你看我的交易的凭证，但这种呢怎么样呢？你拿不走我的钱，我的钱呢永远都属于我。从这个出发点来看，中本聪并没有想过呢比特币会被用来参与犯罪甚至呢有帮着政府打击犯罪行为的可能。Tornado Cash 处理的资金呢也并不全部都是非法资金需要洗白的。我们在开头的时候也讲到了76亿美元里面有15亿才是这种非法的收入。那很多人本身呢就有这个隐藏自己财富的这种需求或者是他有这种通过加密货币给某个政客进行捐款，但是呢他并不想被人发现。我们前面也说了，通过链上的追踪，我们花点时间都会发现是谁给谁捐了多少款，或者是某个名人手上有多少个比特币。那么混币器呢不能够分辨出来犯罪行为，所以呢也不能给有这种正常需求的人一些隐私的保护。那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呢只能交给未来呢去解决，所以这个机会就来了那么现在这个事情呢一出现，我认为积极意义呢会大于消极意义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市面上有很多的这种资金盘的镰刀，他们随便发行一个垃圾币之后割了韭菜之后拿着钱，为了躲避监管一定会用到混币器把资金去洗干净。但是呢目前的这个混币器平台完蛋了，他们呢就会掂量一下是否还要去作恶了，或者是他们会转入更加地下手续费更加高昂的暗网的混币器进行操作，那么这就是他们的这个成本会增加了。另外呢 Tornado Cash 被制裁之后，很多隐私赛道呢意味着可能要穷途末路了，或者要改变他们之前的这种策略或者方向了，不然的话呢，那后面这个平台做的越大，你投入的资金越大，那最后还是发现逃脱不了监管的这种五指山，最后给你制裁了，你所有的投资的这些资金所有人力物力全部都打水漂了，那是不值得的那么后面呢，我认为一定会出现更加高明的能够帮助大家去隐藏这种财产的平台的出现就看他们能不能躲得过监管，或者是有更加高明的手段了总之呢，币圈的任何一个平台的倒掉都意味着后面有更好的机会出现，有更大的平台会出现。我们大家呢仍然在这个行业的早期，如果你手头有资金还有团队呢，不妨试试自己也做一些事情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视频所有的内容了。如果你感觉呢对你有所帮助请点赞这个视频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让我们下次再会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 Peace。